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前面的节目我向大家介绍了柯伊伯带，通过节目大家想必已经知道，柯伊伯带距离太阳非常遥远，能远到55甚至是60个天文单位。关于天文单位这个表示距离的名词，我在以前的节目里也多次解释过。一个天文单位就表示一个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具体数值大约是 1.5 亿公里。在天文上，太阳系以内天体的距离大多用天文单位来表达。天文学家之所以这么做，并非故弄玄虚，主要是因为太阳系内天体间的距离大多是通过周年视差法来测定的，测量出来的结果直接就是目标数据和地日距离的比例关系。如果换算成多少公里，反倒不是第一手数据了。在柯伊伯带那期节目，我还曾经提到，天文学家认为太阳系内长周期彗星的来源很可能就是比柯伊伯带还要遥远的奥尔特云。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说的是，很多的天文学家认为，即使是那些运行在柯伊伯带的短周期彗星，它们中的很大部分原来也发源于奥尔特云，只不过它们进入内太阳系时缺乏足够的速度，最终只能运行在柯伊伯带和太阳附近的轨道上。奥尔特云到底是什么？那里又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彗星呢？您别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它。天文学家认为，奥尔特云是一个由围绕着太阳运行的，主要由气体、尘埃和冰构成的微行星组成的球状天体云团。它的外围就是太阳引力范围的边界，在边界以内，物体受到的引力以太阳系内物质的引力为主，超过这个范围，物体受到的引力就主要来自于宇宙中太阳系以外的其他天体了。您可以简单的把奥尔特云想象成一个空心儿的球壳，只不过这个球壳的壁面非常的厚，最近离太阳是2000到5000个天文单位，这大概是太阳到海王星距离的160倍，最远甚至能到10万个天文单位，这大概是 1.58 光年。您能想象在天文学家的眼中，太阳系的范围有多广阔吗？整整一个直径3光年的球。其实人们对太阳系的范围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18世纪以前，绝大多数的天文学家都认为土星轨道就是太阳系的边界。1781年，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通过长期的观测发现了天王星，太阳系的边界第一次得到了扩展。后来海王星、冥王星相继被发现，在人们的认知中，太阳系的边界进一步得到了扩展。随后柯伊伯带的加入，使人们脑海中的太阳系边界已经扩展到了距离太阳50到60个天文单位的地方。然而随着新的观测数据不断的涌现，人们发现以前对太阳系范围的认知过于狭隘。2012年8月25号，1977年9月发射的旅行者1号探测器距离太阳121个天文单位，在这儿旅行者1号终于探测不到太阳风了。这里是太阳风的边界，也叫做日鞘顶。越过日鞘顶，旅行者1号感受到的是来自其他恒星和银河系里的宇宙风，但在这里依然不是太阳系的边界，因为天文学家早已观测到有来自更遥远距离的彗星，它们沿着一条条偏心率极大的椭圆轨道绕着太阳运动。这些现象在向我们明白无误地显示，在更遥远的地方依然是太阳引力的作用范围。因此太阳系的范围被再次扩大，达到了太阳引力的边界，也就是我今天要向您介绍的奥尔特云的外缘。现在如果我们接受了奥尔特云的外缘是太阳系的边界的说法，您可能就会发现，我们原来是多么的低估了太阳系的范围。我们假设中国南北东西都是5000公里，假设北京正好处于中国的正中心，故宫紫禁城又正好是北京的中心，太和殿是紫禁城的中心，皇帝的龙椅又正好处于太和殿的中心。
如果我们把太阳所处的位置想象为那把龙椅，那我们的地球身处的就是太和殿外，即使到了海王星，也只是刚刚到了紫禁城的边缘。永定门、西直门已经超过了柯伊伯带的范围，而奥尔特云的范围就是整个中国。前面我提到，您可以简单的把奥尔特云想象成一个空心的球壳，其实这个比喻并不太准确。奥尔特云的结构要稍微再复杂一点，从离太阳2000到2万个天文单位，这片区域奥尔特云有点像柯伊伯带，主要还是呈圆盘形的。这里也被叫做希尔斯云。从希尔斯云的外缘直到10万个天文单位的奥尔特云外缘，才是真正的呈球状的奥尔特云。奥尔特云里的天体数量非常巨大，天文学家估计，在奥尔特云里的天体直径在20公里以上的天体数量大约有几十亿颗，而直径在1公里以上的天体数量大约有数万亿颗。这些天体的主要成分是水冰、氨、一氧化碳和甲烷等固体挥发物。这些天体往往就构成了彗星核，当它们受到引力的扰动飞入内太阳系时，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彗星。在这些彗星中，有一部分因为受到海王星、天王星、木星等行星的引力扰动，缺乏足够的速度，最终使自己的远日点落在了柯伊伯带甚至是木星轨道的范围，就形成了像哈雷彗星这样的周期在200年以内的短周期彗星。而那些没有受到行星引力扰动的彗星，因为远日点在奥尔特云，就变成了周期长达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长周期彗星。除了彗星核，在奥尔特云内还有一些小行星，这些小行星在数量上的占比大概是1%到2%之间，并不是很高。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奥尔特云是怎么被发现的？其实，准确地说，目前还没有奥尔特云的直接证据。时至今日，奥尔特云还只能说是一种猜想。只不过，目前观测到的大量长周期彗星的存在，特别是当天文学家发现很多长周期彗星的轨道平面和黄道平面存在着很大夹角的时候，用奥尔特云来解释是最能说服人的。因此，谈不上什么发现奥尔特云，只是奥尔特云的这个概念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被广为接受了罢了。奥尔特云这个概念被提出是从天文学家研究彗星动力学开始的。1950年，荷兰天文学家杨奥尔特为了解释为什么彗星的寿命有限，但彗星的数量却不见减少，并且有大量彗星的轨道平面和黄道平面呈现较大夹角这些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彗星云团的假说。他认为在海王星轨道以外存在着一个云团状的彗星发源地，在云团中存在着数百万颗以上的彗星核，这些彗星核可以不停地产生新的彗星，去取代消亡的彗星。这个设想后来因为大量的观测数据而被人们广泛的接受，为表纪念，人们就把这个云团称为奥尔特云。我们现在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的奥尔特云的图片，包括我的视频封面和视频中关于奥尔特云的图片，其实都是天文学家利用已有的数据用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奥尔特云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它离太阳的最近距离也有2000个天文单位。而1977年9月发射的旅行者1号探测器，目前虽然已经越过了日鞘顶，飞出了太阳风的作用范围，但即使是到现在，距离太阳也仅有160个天文单位。它目前相对太阳的速度是17公里每秒，如此算来，它要抵达奥尔特云的内缘还需要300年的时间，而想要穿越奥尔特云则需要3万年的时间。虽然旅行者1号在出发的时候，为了能够在深空长期工作，安装了3块放射性衰变核电池，但放射性衰变核电池也是有寿命的。根据预计，到2036年，旅行者1号上供信号传输的电力将消耗殆尽，那个时候，旅行者1号将继续向银河系的中心前进，但却再也无法向地球发回数据了。我们将永远的和它失去联系。关于奥尔特云，
天文学家猜测，在太阳系形成的早期，组成奥尔特云的物质位于距离太阳更近的地方。后来，当行星形成后，因为木星和土星的引力作用而被甩到了今天距离较远的位置上。2010年，有天文学家用更强的电脑模拟出了更精确的奥尔特云模型，并且提出太阳在疏散星团时期就已经从其他恒星系统获得了众多的彗星。这就意味着奥尔特云彗星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会超过90%，都源自于其他恒星的原型星盘。关于奥尔特云，著名的科普作家、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曾经认为，人类文明未来能够在奥尔特云的彗星上生存。他认为，只要找到一颗直径几十公里的彗星，就能完美地解决数百人的氧气、饮用水和能源问题。毕竟，组成水冰的就是氢元素和氧元素，不论是氢气还是氧气，只要有电，都能很轻松地制取出来。当人们在彗星上扎根以后，就可以给彗星装上发动机，让它具备自由移动的能力。在奥尔特云受到的太阳引力极其微弱的情况下，一点点加速就能让彗星脱离太阳的掌控，成为一艘有人驾驶的星际飞船。如果人类建造数千甚至上万艘彗星飞船出征银河系的话，这些飞船就很可能成为宇宙中的殖民者。我想，刘慈欣的《流浪地球》一定是受到了卡尔萨根这个想法的启发。不过，不管怎么样，卡尔萨根的设想还是能让我们看到一条新的恒星际旅行的道路。好，关于奥尔特云，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